继儿有几天没来看为娘了。你连破鬼案，屡立奇功，自是忙得很。可是，为娘也想继儿啊。公主近日身体可好？身体倒是很好，只是心情不好。何事烦忧？还不是为了我大唐的兴盛，日夜担忧。你是不是想说，有天子在，不需要为娘？陆凌风不敢。为娘是大唐大长公主，大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就说这藩邦亏勒吧，一直虎视眈眈窥视着我大唐的边境，一日不除，为娘的心里就一直不得安宁。天后时巫山之役，我军惨败，助长了藩邦的士气。陆凌风，为娘告诉你，亏勒最擅长间谍之战，据说在长安埋下了很厉害的细作，正蠢蠢欲动，欲图谋不轨。亏勒还最善离间，若你擒到了细作，杀了便是，用不着审，审出来的也是他们事先编好的离间之词。为娘说的话，你可明白？公主是这么说的？我竟然一时听不出公主的弦外之音了。那就这样，一旦有亏勒细作落网，只要供出与公主府有联系，直接杀掉便是。苏明，你……哎呀，公主提前说出来，就证明其府上确实与亏勒有联系。但若亏勒人要乱我大唐，公主绝不会做不利大唐之事。这，就是公主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这……你现在是不是在查亏勒细作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不对上了吗？放心去查，一网直前。我好像明白了，公主府也一定得到关于亏勒细作的情报，但又不好直接说出来。对喽，我跟你说，不管是天子还是公主，甚至是太上皇那面，都有专人经营情报。这长安是大唐重中之重，京师安危，急需将士浴血，百姓同心，亦需经察情报，洞悉先机，方为周全。你听说过鬼市消息铺？何止是听说过，当年我跟随恩师狄公还乔庄去过呢。恩师也去过？对啊，不过当年的已被捣毁，现在的消息铺应该是重建起来的。若不是我这手里有案子要查，我真想陪你去一趟，故地重游嘛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去了？我的卢参军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暗探总监了，我苏明现在是万年县尉，这手里边也一大摊子事儿呢。哼。不过你的事儿我不能不帮忙。这样，我给你提供一个重要线索：亏勒人来长安最爱住的就是八方客栈。这亏勒人长得跟我唐人没有什么区别呀，到时候乔装改扮，穿上我唐人的衣裳，如何分辨他是细作呀？正因如此，所以没向众郎将禀命。理解。坐。你平日在哪儿供职？鸿胪寺。哦，那倒是对收集情报有所帮助。可我怎么听说这条情报是从鬼市上得来的？通过跟各国使团打交道，收集情报太难了。毕竟他们中许多人身份和我一样，不是守口如瓶，就是放出假消息，故弄玄虚。哎，我总得做事啊。
所以只好叫手下暗探，常到鬼市的消息铺去转转，这不就得到了这条有用的情报。暗探者何人？此人名叫刘喜。这条情报花了多少钱？啊，10万钱。李庄，你可真够大方的。哎，这有用的情报就是贵呀。我要见这个刘喜。去吧。刘喜，进去！哎呀，我，恕我眼拙，不会是卢参军吧？你认识我？大名鼎鼎的范阳卢氏大长公主之子，你也来这地方？说什么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哦，您和公主的关系尚未公开，但您别忘了，我是做什么的呀？早在1年之前，就有人在鬼市卖您身世之谜的消息，值5000钱呢。少说废话！你卖给李庄那条情报是从鬼市消息铺何人处得到的？孙资是谁？鬼市消息铺的承租人呐。啊，那儿可是全长安最活跃的情报市场，孙资自然也就是最大的情报商人。情报是真是假？这次不可能有假，毕竟花了那么多钱，一文钱一文货呀。要没事，那我就这样，我请卢参军一同快活。听说昨日新来了2个胡姬，很是不错，我请客。带我去鬼市，我要见那孙资。啊！真有消息铺，这长安还真是卖什么的都有。自由开放，包容并举，这就是长安的魅力。就在这上面。哎没事吧？哎呀，我的脚扭着了。孙资应该就在后院，二位先请啊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徒儿小心！我去追，你擒住那刘喜。是。雍州司法参军查案，速供出幕后指使。刘喜，站住！啊！杀人了！
已经死了。刚才我打听到，消息铺的城族人孙资今天根本就没有来过鬼市，他在长安有宅子，就在丰一坊。前面就是了，就这家。等等，孙资可在家中？孙资，孙资。小环，擒住刚才那妇人。孙子，孙子，救救我！站住！行了，你来询问吧，暂时死不了了。多谢神医救命之恩。尚有感恩之心，应该不是坏人，还好意思来见我？但之前你并未说过让我们杀谁。当时我虽已逃脱，但还是隐约听到了雍州司法参军查案，速供出幕后指使。眼下的雍州司法参军是卢凌风，曾是1等1的金吾卫高手。早说清楚杀的是他，我兄弟3人定不会趟这趟浑水的。3块银铁给我，让我厚葬我那2个兄弟。若是不给，别怪我要了你的性命。好，我给你拿。假如你们见到的女子是男人假扮的，那么她真实的面容应该是这样的。小姐，您这也太神了！我马上让雍州府的人仿制这幅画像，全城抓捕这个人。既可扮成女人，并极善美妆。喜君能画出她的样貌，但不知她会以何种装束示人，故而，在全城抓到她的机会不大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是在丰一坊见到他的，让老贾、老罗、老刘分别拿着画像，以丰一坊为中心，向周边几个坊依次排查。遵命。罗参军，坐。喜君，李庄是我在金吾卫时的好兄弟，辛苦你多做些苏珊。让他尝尝。好。埋伏了刺客，你没事吧？若是刘启雇佣的刺客，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，因为那条情报，他是以1万钱得到的，却在你这儿卖了10万钱。如今刘启已死，没有办法查清楚那9万钱是被他独吞了，还是与你平分了，亦或是你拿的多些？毕竟，他是靠你赚钱。是啊，刘喜是我的眼线，2年来一直只向我提供情报。他这一死，我确实说不清。林冲，哎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清白比头颅重要。卢参军。若有来生，我宁愿一辈子只做一名普通的金吾卫。
握紧横刀，保卫京师的平安。兄弟，把刀放下，不死，无法自证清白。是我鲁莽，妄自猜测，请兄弟原谅。钟郎叫了一声兄弟，我受不起。承蒙多年栽培，李庄始终不能建功，我心里也是急呀。你10万钱我分文未取，不信可去我住处搜。我信你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今天在座的你们眼前的苏珊，全部免费，算我费老板的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平年你坐这个。吕庄，你需仔细回忆一下，我查这条线索的事情，还有谁知道？与你分开后，我就去了雍州府。雍州府？对啊，这次马球大赛由鸿胪寺主办，雍州府协办，故而每日需要碰头。这个大赛在即啊，我要忙的事情多着呢。所谓每日碰头啊，那就是个形式。这样吧，今后我鸿胪寺这边呢，就由李庄做联络人啊。李庄啊，没什么大事啊，就不用跟我说了。是。啊，那雍州府这边就出柳司马。柳军呢，咱们是协办，一切都听鸿胪寺的。是。李兄，柳司马作为联络人，我想亏了细作潜入长安的事，应该让他知道。再说，天子不也把案子交给雍州府办了吗？柳军，再也没有别人知道了？没有了。西君，麻烦你跑一趟，去跟苏无名帮我把樱桃接过来。可是义兄才当上县尉，万年县那边也忙得很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不知所筹何事？雍州司马柳俊需要一个可靠之人跟踪，可我刚才不是把老贾他们派出去了吗？柳俊？柳俊是一介书生，嫌疑又不大，但是也不能不查。那就让我试试如何？你？南下游西行，你和义兄探破诡案，我都是亲历者，耳濡目染也学到了一点本事，就请卢参军给个机会。书生也好，只要远远跟着，记下他都去了哪儿便可。你需格外小心，且需在戌时之前回到苏山殿。开口吧，不然即便你的脸蛋再漂亮，我也只好把你喂鱼了。其实你为什么盯柳俊并不重要，我想知道的是，关于我窥勒的情报，你们是怎么得到的？你是窥勒人？对，你已经是我的鱼食了，对你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。说，情报怎么得到的？情报我当然不知道，但我郎君知道。你郎君是何人？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。你把我送回雍州府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卢凌风，公主的儿子，是你男人？哼，
那我不是抓到宝贝了吗？公主突然断了与奎勒的联系，也许你可以重新修复奎勒与公主府的关系。公主，什么事？慌慌张张。收到了飞鸽传书。欲陪喜君一生，则许奎勒所求。去雍州府，把这个交给卢凌风。记住，只允许他一个人看。是。请。费叔，哎，费叔，喜君呢？我在青龙坊吃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葫芦头，专门给他带回来尝尝。就想着喜君，不想想我老费。费长安太绚丽，太让人如痴如醉。我因好声色，常去波斯馆和平康坊，这些地方花费都很高。后来就认识了那个姓于的，他叫于马童。开始只知道他是个商人，出手很大方，经常给我结账。一来二去，花了他不少钱。有一天，这是什么？这都是我为柳司马花钱的账单呢。怎么会这么多？你是要敲诈我？你！他强迫我在那些账单上摁手印，还威胁我，若不帮他们做事，就把那些账单交到御史台。我才知道上了圈套，他已经晚了。你知道他是奎勒人吗？之前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的。知道了还为他们做事啊！你是大唐的官员，柳军，你都帮奎勒人做过什么？就是把朝廷交给雍州府做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，还有就是这次从李庄署得知你正在查奎勒细作，即将查到鬼市消息铺这事，我也跟他说了。你就等着吧，通敌叛国，朝廷会处死你的。都怪我，听到喜君的呼救声，情急之下，把那4个奎勒人都杀了。杀得好！豢养怪鱼，还以活人为食，这种人该杀。花树的声音，教孩子们笔墨丹青，等着心上人从宫谢回家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牙酸！哎，济世公，莫要取笑我。喜君想听听您心目中的盛世是什么样的？我呀，我以为盛世易，持久难。想要永远是盛世，那首先天子必须是个圣明之君，事事拎得清，老百姓不受罪，我老费也就能天天有酒喝了。薛环，你呢？我不知道盛世的模样，但我知道，若迎来盛世，就需要有人保卫我大唐。若敢挑衅，我就揍到他满地找牙。盛世也应该有江湖吧？要有的，要有的。我爱人烟，爱草莽。我眼中的盛世，就是大唐的百姓各有自己的一方天地，各得其所。说得好，不愧是女侠呀！哎，你们两个别装蒜了，也说说自己心中的盛世。
好给喜君一点灵感呐。所谓盛世者，文治武功缺一不可，故既要与民休息，亦须封狼居胥，把那些狼子野心之国打得噤若寒蝉，否则边境不宁，一切就无从谈起。所以盛世之长久，取决于非见射程之远近。我大唐之盛世，既要诗篇，亦须横刀，一文一武，盛世之道也。说得好，文治武功确实都很重要。武功的事儿我不懂啊，至于文治，我觉得无外乎就2种，一如前汉文景之治，采取无为之术，与民休息。所谓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嘛。再如孝宣之治，汉宣帝事必躬亲，严章立法，百姓虽然过得很舒适，但官吏却战战兢兢。相比之下呀，文景时代，百姓、官吏、天子同乐，明显更好一些。但我想啊，真正的盛世，恐怕还没有到来。因为我心中的盛世，它应该比文景和孝宣时更加的清朗、富强、繁荣。哎呀，坏了！他们2个侃侃而谈，说了这么一大堆，这如何在一个球上体现呢？这个，要我说，那供奉馆也不见得都是废物，也许是天子太想当然了，这本就是一件做不到的事儿。喜君之所以与众不同，就是因为他对美好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。咱们说的这些都会成为他的参考，最终体现在他的设计中，对吧？诸位说的我都记住了，确实需要好好构思一下。不过现在想先睡个好觉。哎，好主意！放空头脑，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那设计方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知我者，义兄也。把这束。这一间。来，2楼，要不要来一碗4喜馄饨？一碗4种馅，香得很。爹，我不饿。我女儿不饿，饿时再下来吃。何事？给2位送苏珊。苏珊，未曾点过。不用点，凡是来八方客栈住店的客人，我们6合苏珊店都会送上一份免费的苏珊，请2位品尝。送进来吧。哎，有2种口味，一种红豆，一种樱桃。美娘子吃哪一种？你叫我什么？我看姐姐长得美，就叫了美娘子。长安人都如你这般油嘴滑舌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我情不自禁啊。我吃樱桃的吧。哎，你看什么？情不自禁，情不自禁。你2位慢用，慢用。主人，都说这唐天子住的长安城戒备森严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我们一直拖到今天才进城，
就是为了能顺利与苍狼接头。长安礼方图拿来我看。大雁塔就在这金昌坊，离着安善坊很近。难怪要我们住在这八方客栈。那我们这就去大雁塔，等那苍狼。急什么？约定的时辰在黄昏。先尝尝这苏珊。味道不错。卢探君，苏县委。哎呀，熊长史，熊长史，您怎么来了？吁，小点声，他可是你的顶头上司，这不也是破案心切吗？我看他那样，倒是像在给西佐通风报信。这种话可不能乱讲。哼，那两个人若是细作，我卢林峰就不当这个捕贼官了。哎呀，行踪诡异，确有可疑之处。这样，你别着急，我过去看看啊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抬起头来。哎，你是那个供奉馆属令游天彩？正是在下。没想到你竟是亏了细作，有梦冤枉啊！我不是细作。苏县委，这12人正在交易。马球决赛之入场券，游天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熊长史，我只是一念之差呀。我虽是个属令，但每个月的俸禄实在有限。再说了，这供奉馆又没什么油水。我虽然有自己的宅子，但这宅子太小了，我想换个大的。我就想搬到兰陵坊以北去。你怎么不搬到皇城去？熊长史，竟想用倒卖入场券掩盖你亏了细作的真实身份。我不是细作呀，熊长史，不信你问他。你是亏了人派来跟他接头的？不是，我家娘子从小仰慕大长公主，可是不得一见，想着马球决赛公主一定会去，故而前番我在酒楼放出话去，说愿意2块金饼，求购2张马球决赛的入场券，他就找到了我，并约好今日在此交易。熊长史，速把2人带走，莫惊了真正的细作。我听苏县尉的，带走。熊长史，走，熊长史，走。快点！裴四清，裴四清，你给我求求情啊！裴四清，给我求求情啊！裴四清，裴四清，您别闪了腰。这姓游的呀，是鸿胪寺的人，特别是现在这盛世马球尚未设计出来，他身为供奉馆属令，没有天子的旨意，雍州府可不敢随意发落呀。所以呀，就给您送来了。熊千年，你是故意把游天才送到鸿胪寺来羞臊老夫的吧？老夫我重任在身，先不理你。待到天下马球大赛顺利举办过后，我再找你算账。那游天才，他身为官员犯了重罪，该送到哪儿你不知道吗？御史台的大门朝哪边开，还要老夫我告诉你吗？那盛世马球，马球的设计方案，陛下已经认可了，由老夫我亲自监制。这种龌龊小人，不许再玷污盛世马球半分！来人，都给我赶出鸿胪寺！
是。裴四卿，裴四卿，看到我跟您多年的朋友，您救救我呀，裴四卿！地方危险开过，这里的赤血枪定好啊。好，裴四卿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裁剪兽皮了吗？啊，老马呀，你可有十足的把握呀？有，我们在布样上已经练习了100遍。好，2张兽皮制作2个马球，一为比赛所用，2为备用。制作过程中可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啊！您放心，裴冕在此拜托诸位了。请裴四卿放心。怎么样？那个个子矮些的，虽穿了男装，但应是个女子。我也看出来了。我跟着他们到了八方客栈。八方客栈，我记着卢凌风不是让老费派那个……对，樱桃，这2人确实很可疑，交给你了。现在看似没有线索，实则千头万绪。我先走了。来。好。对了，那女子虽像主人，但以前应该也是受过苦的。何以见得？那女子的左耳上全是伤疤，应该是以前不听话，被人用刀割的。用刀割耳朵，也太残忍了吧！今天真是太险了，主人，长安莫测，还是尽早离开吧。离开？任务没有完成，有何脸面回奎勒草原？再说了，可还会饶过我们吗？按之前的约定，大雁塔接头失败，则……这2位怎么知道我这儿还有情报？大胆孙资，你竟然对卢参军刻意隐瞒，如此，公谢会定你的罪的。并非刻意隐瞒。我只想买天王面具，可有？东方持国天王，南方增长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多闻天王。你要哪个？哎呦，这面具做得真好，你这一日能卖几个呀？那就说不好了，有时一天能卖上7、8个，有时啊3天才开张。就好比今天吧，你是我店里的第1个客人，让我开个张吧，只要买我个面具，我怎么报答你都行。比方说，带我回去。近日到你这儿来买面具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有没有比较特别的，比如有6根手指的？有啊，就在前2天，他身形魁梧，声若洪钟，一下子买了我4个面具呢。他长什么样啊？那就不知道了。他来时就戴着面具。他既戴着面具，为何又买你的面具呢？他的那个破旧吧，一看就不是个长安货。他买了我4个面具，留下了那个旧的，折了我半个面具的钱，也是个抠门的主。那旧面具可在？在啊，就这个，算是东方持国天王的吧。但这种样子，兴许是100年前的，且不知来自哪里的穷乡僻壤。你确定戴着面具之人是个6指儿？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请店主转过头去。好。换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瞧你这身板儿，应是个雄武的郎君，不如带我回去。我的身子啊，还没被6根手指的人摸过呢。
要不这样，我用一个新面具的钱买你这个旧面具，如何？苏县尉，您这一路上怎么闷闷不乐的？我总觉得漏掉了一个地方，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。苏县尉，你们仨怎么没跟着卢参军啊？谢总约的不是安静的地方吗？所以卢参军说不用那么多人，怕打草惊蛇。哦，方才我们仨还嘀咕了，卢参军会不会是选错地方了？对呀，若论安静，再怎么也不可能是大慈恩寺啊。那应该在哪儿？长安夜里最安静的，莫过于乐游原和曲江啊。曲江没有寺庙，乐游原上有个乐游庙。我刚才说漏掉的地方就是这儿。快，跟我走，去乐游原。供的汉家皇帝，却有4大天王护卫，这庙还真是有点奇怪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才这么荒凉。穆元仓，沃野平，风拂真毛，献豺狼。你就是苍狼，不然呢？你干什么？我知苍狼不但会武，还身手不凡。那当然，要比一比吗？不必了，你这一出刀，便可见一二。信，封在里面。你的任务上面当写得清楚。你们是从门进来的，那就原路返回吧。你们是从门进来的，那就原路返回吧。不对，怎么了，主任？方才他最后一句话分明就是画蛇添足。还有，头上戴个狼头就是苍狼。我亏乐细作，怎会如此滑稽？我们中计了。就这么个玩意儿，也值3块银锭。站住！攻陷长安，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，跟我回雍州府。哼，女捕手。不是捕手，是暗探。明的我都不怕，何况是暗的。这女子是暗探，我们合力击杀她。
倒女侠。来的正好，这女子交给你们，生擒她。好。人呢？天王，事儿我给你办了，给钱吧。后边有追兵，各自安好。站住！我说，这位女侠，我大唐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，只要你如实交代来意，万年县尉苏明一定保全你的性命。奎勒勇士，只能死，不可降！拦住他！莫非不去大雁塔设伏了？我直接盯着他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什么受了苦，这叫毁面戈尔。这恰恰证明，他是奎勒贵族。奎勒贵族？戈尔是他们失去至亲之后的丧葬之俗。晚辈女子哭拜之时，必须要见血。往上数几代，那都是得用利刃割面的，后来才改为戈尔。这是礼俗啊，也太吓人了吧！哎，啊，对了，装密信的长枝筒被一个戴着天王面具的人拿走了，只可惜没追上。提到面具，这也是一条线索。这样，咱们再去一趟鬼市。去那儿干嘛？你还记得丰泰丰老神仙吗？啊，记得。就是参天楼案帮了我们大忙的那位老人家。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啊！他见多识广，我有事要请教他。虎虎生威，恰如风令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万年县尉苏明见过风令，知道你又当官了。你显摆什么呀？我见过风令，都是老朋友了，不必客套，赶快坐。天子真是知人善用，不到半年，风令就把这鬼市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各类案件都少了许多。其实啊，我什么都没做。这地方之所以叫鬼市呢，因为它跟长安有不同的运行之法，在鬼市讨生活的人，也该让他们有生存下去的方法。只要他们不太出格，我是绝不干涉，无为而治。佩服，佩服。风令，您会盖参天楼，会制作飞行木鸟，这怎么又绣上花了？哎，闲来无事，我才学的。嘿，有趣，有趣啊！樱桃，你看，神仙就是神仙，只干自己觉得有趣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东西您给看看。这不是长安的玩意儿。没错，只是我拿不准这面具到底出自何地。
不是寻州便是南州，出不了这2个地方。哦，再具体的，我说不准了。不过无妨，你给我半月时间，我找些书卷对照一下，一定给你确定下来。哎，荣令峰，兄长使。陆兄，恭喜恭喜呀！喜从何来？你还不知道？哦，天下马球大赛即将使用的盛世马球，采用了裴小姐的设计方案。燕树在此妄议，你竟敢骂我！陛下，还请为小的做主。裴青，朕也是无奈的决定，你不必动这么大气吧？哼，非也。此次大赛是由我大唐主办，开幕之战，陛下曾莅临。如今决赛在即，我大唐队出征，陛下亦应莅临，此乃礼也。再说，也可鼓舞我大唐马球队的士气啊！陛下须知，这次比赛胜过万千战役，我大唐马球队必须取胜，输了，那置我大唐国威于何地呀？哎呀，裴思清，只是一场比赛而已，都会有输有赢的。您这……给我闭嘴！你懂什么呀？恕老臣直言，决赛当日，若陛下因畏惧而退缩，不敢亲临现场，那当为文皇帝所笑，为天下所笑啊！大唐天子当无所畏惧，天子之风亦我千万唐人之风。此番若避而不出，必折我大唐的国威。安远门外2万里啊！我唐人今后西往的路就难走了。裴思清所言太过，又置陛下的安全于何地？陛下的安全是你金吾卫的责任，也是你雍州府的责任。还有，罗凌风，决赛之前你没能抓到细作，你就应该立刻辞去司法参军之职。陛下，这里可是长安的，陛下乃是太宗文皇帝的后代，还记得当年文皇帝就是在此地单骑破万敌吗？如今就因为一些不确定的危险，天子就要躲在宫中不肯见人了吗？陆从，把你的横刀给我。你要做什么？给我。裴冕，你想持凶威胁陛下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你以为我要威胁陛下？我裴冕还不糊涂，这种事我断然做不出来。陛下如执意不亲临马球决赛现场，我裴冕虽然无刀自刎，但是今天我也可以撞死在这里。我要去见文皇帝和高祖皇帝，告你胆小无能。裴青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朕都听进了心里。朕一定亲临大赛现场，绝不让列祖列宗蒙羞。陛下，陛下，英明啊！倒是很有趣。这个裴冕有70岁了吧？不息之年尚有如此气魄，令本宫不由得敬佩。可惜啊，他没有站在公主身边的意思。端午节派人送去的礼物，也退回来了。无妨，他不是没有站到那边吗？此人日后可用啊，可用。那决赛当日，公主会去吗？本宫当然会去。记得第一次看马球大赛的时候，我还在母亲怀里，
天下马球大赛是今年长安最重要的盛会，各国使节皆至，本宫岂能不参加？崔某以为公主可去，亦可不去。何意？去，自是长大长公主的威仪。可既然亏乐细作的事还没有解决，那危险便存在。既然有危险，不如就让龙椅上那位先担着。一旦他真遭遇什么不测，公主便挽社稷于既倒，荣登大宝，岂不是水到渠成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去告诉鸿胪寺，本宫不去了。明白。现在我倒是真希望这亏乐人有所图谋了。这很正常的，别站着了，坐起来慢慢说。不对，之前我在禁卫的时候，白天操练，晚上夜学，我常3天3夜不合眼。可就这一次，裴思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，我怎么可能就稀里糊涂的睡着了？还有就是，我醒来时，虽然那变化极其轻微，但还是能感觉到那马球重了一些。重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中郎将，这只是我的感觉，并无十足把握。此事万万不能让裴思清知道。裴思清那个脾气，你害怕他也是正常的。不是，李庄粉身碎骨都不怕，但决赛就在明日。而这2个马球，无论是所用兽皮还是缝制的金线，都是珍宝。那兽皮更是绝无仅有。一旦因为我的猜测，将马球拆开检查，继而耽误了明日的决赛，不是让我大唐在各国使节面前颜面扫地吗？而裴思清，更是把这个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我明白了。昨夜都有谁去过那个房间？亥正时分，裴思清来看过我，之后熊掌史也来过。他们都是自己去的吗？对，且都叮嘱了我几句就走了。哎呀，裴思清，好啊好啊！裴思清，熊掌史，好你个李庄啊！只说去一刻，怎么一去就是1个时辰呢？你是不是找地方补觉去了？我，裴思清，熊掌史。裴思清，我看他呀是去请卢凌风喽。哦，那倒也应该，毕竟此球是喜君所设计的嘛。卢凌风啊，来，好好欣赏欣赏。哎，熊千年呐，前些日子老夫对你没客气，我就是担心呐，在这决赛之际，你拖了后腿。但是看在近几日你非常勤勉的份上，哎，老夫就既往不咎了。裴思清，我是晚辈，您骂我就是栽培。到决赛之前呀，我们雍州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向您一一汇报。好啊，您看，来，李庄啊，裴思清放心，到明日大赛之前，李庄寸步不离。卢凌风，
看归看，莫耽误太长时间。你既然没有本事抓住细作，那就在天子的安全上多下些功夫吧。啊，来，是。至此，天下马球大赛决赛举行之际，我大唐天子特命制作着盛世马球，请各国使团和长安各界人士观赏。大唐天子特命制作盛世马球，请各国使团及到场的长安市民观赏。盛世马球，这是个真是难得了，这是。大长公主到！姑姑来了，太好了！之前说了不来呀。快，给大长公主设座。今日曲江畔风和日丽，能与姑姑一起看球，真是高兴。4年前的马球大赛，实为临淄王的陛下带领大唐马球队勇得桂冠。当日陛下的风采，如今历历在目啊！姑姑，请。我长安很久没有这么热闹。是啊，我姑侄也很久没有一起参加这么激荡人心的盛会了。那铁帅傀儡队拜见大唐天子、大长公主。大唐马球队拜见陛下、大长公主。马球大赛每4年一届，此番高手云集，可谓长安盛世，天下盛世。马球者不但可强健体魄，更能增进与各邦国之情谊。身为大唐天子，莅临决赛场，又如何能不上马挥杖，以壮声威？今欲率大唐队与傀儡队决战，姑姑以为如何？陛下，不可呀！各种缘由，老臣曾向陛下禀明过呀。有何不可？我看可以。陛下刚刚登基不久，此番若能上场，可让藩邦领略天子的雄威。若能获胜，4海之内，谁人不宾服？这不符合规仪呀！傀儡可汗并没有在场上啊。天子之礼，在于双边对等，更在于为国而战。管他们的可汗在不在场上，我大唐天子和傀儡的马球赛，展示的是大唐的国威，是打给天下人看的。崔相，裴慈卿，
既然陛下有豪情，公主又赞同，您就不要阻拦了吧。好。如此，朕可就要更换球衣下场了。陛下，需警惕阴谋。别忘了我们收到的奎勒那边的情报。你是怕奎勒人在球场上与朕不利？朕手里的马球杖又是做什么用的呢？陛下，陆童愿随陛下一起下场。大将军20年前也是球场上的佼佼者，不过现在年纪大了，眼睛又有伤，就算了。朕早已选好人一起下场，就是4年前助我大唐队夺冠的卢凌风。陛下，卢凌风已准备妥当。裴青，臣在。朕要亲自下场，请行使大赛主持之责。是。大唐马球队由大唐天子亲自统帅，御驾亲战奎勒队。大唐马球队有当今天子统帅，御驾亲战奎勒队。索维纳铁，竟是奎勒可汗纳沙本人。正是。那倒与朕收到的情报对上了。大将军，你看，奎勒可汗纳沙已潜入长安，有所图谋。既然得到了证实，朕当亲自率队迎战。现在马球场上战胜他，已警告在千里之外的奎勒军队。可惜呀，裴面一定会拼命劝阻我。朕担心，到时会在各国使团面前闹出笑话。若公主亲临现场支持陛下参赛，裴思清就不好阻止了吧？姑姑已告知鸿胪寺，她不来了。不，公主已改变主意。公主说了，危难之际，她愿意与陛下站在一起，共抵外敌。姑姑真这么说？按规制是由陛下开球，可是现在，本宫发球。原计划不变，等解决掉台上那些人之后，趁乱在场上杀之。好漂亮的马球，是否能带来太平盛世，还需要人说了算。
公主抛球真是英姿飒爽，但真的要这样吗？打得真准，不过还是应设法打入球门才可得分呢。哼！是不是离得太远了？设法离近些，可汗在即。换另一个球，方可得手。你怎么打的？竟将如此贵重的马球击入水中？无妨，球有备用的。上！球出界，重新开球。请公主再次开球。你是想看到龙珠起火，继而引爆看台，制造针对我大唐皇室的血案吗？怎么？看台之上有你的同伙？陛下说什么？听不懂。那啥，你的阴谋不可能得逞，还不下马投降？奎勒可汗的名字，岂是你能随便叫的？哎，奎勒可汗既然已经来到了长安，为何化用他人之名？如此，可不能怪我鸿胪寺招待不周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你那铁的身份，我们之前从未怀疑过，但要怪，就只能怪你自己了。苏明，
送我命啊！救我36条性命啊！送我命啊！快，老赵送我命！快！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家。你是孟婆，把汤拿给我喝吧。你们奎勒人也信孟婆啊？我来长安14年了，自然是相信的。不过没想到，孟婆居然这么年轻。我不是孟婆，我叫裴喜君。怎么，我尚在人间？这不可能。这有什么不可能啊？奎勒人的毒药，在我大唐神医面前算个马球啊！当然，要多亏这位痴情的举子跑得快，否则的话，就是我妙手回春，也救不回一个已死之人呐。是你救了我吗？多亏了这位苏县尉，提前预估到你可能会有危险。这个女子居然背叛我奎勒，她是为了报答我大唐的救命之恩。还有，你让细作布置在看台之下的28桶松油，早就被发现了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明日长安坊间谈论的便是，新任雍州长史熊千年，乃一潜伏之奎勒细作，以3品官为一帮潜伏亘古未有，以为就地正法。你摘了面具吧，老朋友。别以为我不认识你，你不是那铁，是那沙。巫山峡谷之战时，我见过你。没错，那是我第一次代表奎勒上战场，便一箭射死了你们的旗手，引得唐军大乱。所以后来我才有机会成为将军，继而成为今日的奎勒可汗。我也不曾想到，当时一个小小的行军司马，今日竟会成为长安的主官。可是你所图谋之事，根本无法做成。只要你配合，我就有把握一举杀死唐天子和长公主，唐廷必乱。而我奎勒的10万铁骑将所向披靡，大唐的土地也将尽归奎勒。那个时候，你就是最大的功臣，我会封你为王，将整个关东之地都交给你。你的同伙是长安主官，确实有机会完成你的计划，实现你的阴谋。但在马球大赛之前，万年县尉苏明已带人排除了隐患。我随意，动手吧。让我替你说吧。熊千年，在南州，你也算是对我关照有加。苏明，在这儿先行谢过了。哼，少来这一套。你们怎么怀疑上我的？这个熊千年还是不错的呀。嘿嘿嘿，你们不管我饭，人家管了。老少相携，还有好酒呢。哼，你碰到熊千年了？对呀，我给孙资治完伤，出来就碰见熊长史了。请我喝酒的时候，人家还很关心你们查案的进展呢。有这种事？我在大雁塔下空守了一夜，并不是白守的。我想到了一个身已平出之人，且此人身份特殊，还真能左右长安的安危。
为了马球大赛顺利举办，卢凌风必查之。你说的是熊千年？之所以怀疑你，不仅是因为你利用废机师打探案情，也不光因你在大雁塔的所作所为，还因你留在鬼市的那张从南州带来的破旧天王面具。这些就能成为证据吗？苏明，你在南州是破了不少案子，但均有运气的成分。作为嫡公弟子，也不过如此。熊千年啊，熊千年，你是京师的主官，若没有上方允许，我一个万年县的县尉是万万不敢去搜查你的府上的。但若搜，我相信一定能搜到东南西北四大天王的面具。还有就是你伪造成六指儿所用之物，伪造六指儿实在是高明，一度迷惑了我们探查的方向，直到卢参军在兵部拿来了你的卷宗。这个是我从兵部借出来的官员履历，你看看。熊千年曾在河源军供职，在南州时没听他提起过呀。没错，我大唐之官员，一般都会以曾从军为荣耀，而他为何不提？当时我在河源军做行军司马，在黑齿长治的指挥下，与傀儡人周旋，发生了很多大战。但改变我一生的，是巫山峡谷之战。那应是垂拱2年的事儿。我军先锋在山谷间中了傀儡人的埋伏，3000人腹背受敌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只有你熊千年率领残部九死一生逃出险境。我根本没逃出来啊！没跑多久，我所率之100余人，又被敌军围困在峰谷之间。我知道傀儡人有杀俘的恶习，故与之谈判，要他们放其他将士一条生路，我便投降。可他们非要让我做卧底，我本不想屈从，可为了那100余袍子的性命，我最终。我们商量好了说死，就说在被围困之时，突然山坡上有4大天王出现，助我们杀出了重围，然后又歃血盟誓，一生守口如瓶。如此，我虽被贬南州20几年，却也最终熬到了今天。可是我后悔呀，我就不该回长安。如果我不回长安，傀儡人也许就永远找不到我了。两军交战，这是常有的事儿。有气节者，被人敬仰，让后人敬为英雄；而失节者，就像你熊千年，必遭后人唾弃。呸！你当我们为什么兵败，都是因为你娘派出亲信干扰用兵，不然也不会有巫山峡谷遍野尸横。公主，我看就不必跟他废话了，我立刻斩了他，用他的血警告那些蠢蠢欲动的藩邦。不可！今日大赛虽有意外，但不可见血。如若陛下在跟前，也不能纵容你妄为。把熊千年拉出去。
公主稍等，我还有一事要问他。问。熊仙女，鬼市消息铺的消息是你透露的吧？这又是何缘故呢？你以为我真的想看到大唐覆灭吗？我不想。我故意把消息提供给鬼市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才干之士朕意阻止奎勒人的这场阴谋。苏明，虽然我知道你和卢凌风的手段，但你们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看来你们还真是有些本事。哎，这怎么还夸上我了？公主，我没什么要问的了。我还有话说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悔恨中折磨着自己，是四大天王现身的谎言支撑着我活了下来。按照奎勒人的计划，这里已经是一片火海，我没有逃走，就是想一死了之。来到长安，我在鬼市买到了四大天王的面具，现在已经用过3个。就只剩下北方多闻天王的没有用。我死后，就让我戴着那副面具入土吧。刚才你提4大天王，想必也是信佛之人。我满足你的心愿，让4大天王的面具随你入土。压下去。